他是《鬼灭之刃》里真正的战力天花板，能在一瞬间打出日之呼吸12型连斩，强如鬼王无惨，遇到他都只能自爆而逃。这样的壮举足以震撼整个时代。可讽刺的是，他却始终觉得自己只是个什么都守不住的无能之人。今天为大家带来《鬼灭之刃》人物志，纪国原一。纪国原一的故事要追溯到400多年前，一个武家大户诞下了一对双胞胎，哥哥纪国原胜，弟弟纪国原一。可在当时，双胞胎被视为不祥，会给家族继承带来麻烦，所以父亲决定哥哥纪国原胜被定为继承人，而弟弟原一因为额头上天生带着一块诡异的胎记，被判了死刑。但母亲死活不同意，她拼命保护原一，最后逼得家族妥协，孩子可以活下来，但等10岁那年就得送去寺庙出家当僧人。从那一刻起，两兄弟的人生彻底分叉，哥哥享受锦衣玉食，衣食无忧，弟弟只能住又小又破的房间，甚至连吃穿都跟兄长不同。更离奇的是，原一从出生到7岁没笑过，也没说过一句话，大家都以为他是天生聋哑。母亲担心他，天天祈祷太阳神能保佑原一，他还特地为原一做了一对花纹耳饰，没错，就是后来炭治郎戴的那副花扎耳饰。虽然父亲对原一态度冷淡，但哥哥岩胜却常偷偷跑去找弟弟玩，这其实很危险，因为只要被父亲发现，他就会挨打。为了让弟弟能有点陪伴，岩胜亲手做了一只小木笛送给原一，原一把它当成宝物，天天随身带着。7岁那年，命运突然转折，岩胜在庭院里练剑，原一坐在松树下看着，然后他竟然开口说话了，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句话：哥哥，你的梦想是成为全国最强的武士吗？岩胜一下子呆住了，他一直以为弟弟不会说话，结果原一竟然讲得十分流畅。从那之后，原一开始旁观哥哥的剑术训练。有一天，岩胜的师傅开玩笑似的给了原一一把练习木刀，随便教了他几种握法方法和架势。结果原一一个照面，连砍4下，脖子、胸口、腹部、大腿全命中。岩胜的师傅当场被打飞，直接晕了过去。这一幕震碎了所有人的认知。7岁的小孩第一次拿木刀就能一瞬间打倒老练的武士，但原一没有因此开心，反而在那一刻放弃了当武士的念头，因为他讨厌伤害别人。岩胜急切地追问弟弟到底怎么做到的，原一却说他能看到对手的呼吸、骨骼、血流，甚至动作的预兆，这些在他眼里就像一张透明的地图，这就是后来人们称的通透世界。而原一从出生起就自带这种能力，虽然拥有这种逆天的天赋，但原一对剑术完全失去了兴趣。每次岩胜向他询问起与剑术相关，他都会对哥哥说不聊这个，我更喜欢和哥哥放风筝玩游戏。可岩胜确实想在剑术上做到登峰造极，而不出意外的话，岩胜的师傅已经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，弟弟也将成为新的继承人。岩胜在3年后也应该就要去寺庙出家。然而在母亲去世的那个深夜，原一偷偷跑去找哥哥，他告诉岩胜母亲走了，他也决定要离开。说完，他深深鞠了一躬，只带着那只木笛就走了。直到后来，岩胜才知道真相，原一离开是为了不夺走哥哥的梦想，而他之所以一直黏着母亲，并不是胆小，而是在暗中搀扶母亲生病的身体。离开家后，原一开始独自流浪，他漫无目的的一路奔跑，就这样他一直跑了1天1夜，可没有感觉到疲惫。直到跑到山中，他遇见了一个孤零零的女孩，她手里提着水桶，却一动不动站在那里。原来她的家人都死于瘟疫，只剩她一个人。为了不觉得太孤单，她想抓蝌蚪带回家，可当太阳下山，她突然心软，把蝌蚪全放回水里，因为她明白把他们和家人分开是件残忍的事。原一看着他眼中那种黑曜石般的眼睛，心里忽然被触动了，于是他选择留下来和他一起生活。女孩叫诗，她性格温柔健谈，从早到晚都能陪他聊天。也是在和他的相处中，原一第一次意识到，原来别人并看不到他眼中的透明世界。也正因如此，他才会一直觉得自己像风筝断了线，直到诗的出现，紧紧拉住了这根线。10年后，两人结为夫妻，还怀上了孩子。眼看幸福的生活就要开始，悲剧却再一次降临。诗临盆的日子快到了，原一急忙出门去找接生婆，他打算赶在天黑之前回来。可回来的路上，他遇到一位年迈的老者，老人心脏不好，却执意要去探望战场上重伤的儿子。原一心软，决定陪着老人一同前行。等把父子送到一起，天色已经黑了。原一回到家时，却看见残忍的一幕：妻子诗连同未出生的孩子全都被鬼杀害了。那一刻，他的人生彻底崩塌。
元一把妻子和孩子的遗体抱在怀里，足足10天不肯松手，直到一位鬼杀队剑士找到他，劝他用祈祷安葬亲人，而那人正是岩柱炼狱杏寿郎的祖先。元一原本的梦想只是和妻儿一起在小小的房子里相依为命，一家人平淡度过一生。可在这个被鬼侵蚀的世界里，温柔的梦注定被打碎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元一正式加入了鬼杀队。从这一刻起，命运的齿轮也开始转动，他的名字注定会改变历史。加入鬼杀队后，元一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。他独创的日之呼吸威力十分强大，但问题是，其他剑士根本学不会日之呼吸，他们的身体条件远远达不到元一的标准。于是元一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，他把日之呼吸分解改良，于是诞生了盐水风雷炎这几种基础呼吸法，这些就是后来所有呼吸法的源头。在一次出任务的途中，元一再次遇见了哥哥炎圣，当时炎圣正被鬼袭击，手下全灭，命悬一线。元一出现救下了他，他抱歉地对哥哥说：“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”不久之后，炎圣也加入了鬼杀队，有了两兄弟的力量，队伍的整体实力大幅提升。后来，鬼杀队的人陆续觉醒了斑纹，鬼杀队进入了短暂的黄金时代。可这份辉煌并没有持续太久，很快人们发现斑纹并不是单纯的祝福，它能带来力量，但代价是缩短寿命。许多剑士在盛年巅峰时燃尽生命，一个接一个倒下。而一次出任务途中，元一迎来了命运中的对手鬼武士无惨。初见的那一刻，元一心里就感觉到他的诞生似乎就是为了杀掉这个怪物而存在。无惨的气息如同火山喷发，恶意滚滚。他拥有7颗心脏，5个大脑，只要被他碰到一下就必死无疑。两人面对面，在一片竹林中展开对决。无惨率先出手，速度和范围十分骇人。元一感觉哪怕只是擦伤也会有生命威胁，可他并没有退缩。在那片竹林间，他挥动日轮刀，一口气使出了完整的13形，每一刀都精准无比，快到连空气都来不及震动。下一秒，无惨的身体被直接斩成2半，双臂也被切断。无惨被斩成2半，痛苦的嘶吼，他的头接不回去，断臂也再生不出来。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感到恐惧。元一没有急着补刀，而是盯着这个怪物。何が楽しい、何が面白い、命を何だと思っているんだ。无惨没有回答，就这样死死地注视着元一。而这时，元一注意到一旁还有个女鬼，她没有帮无惨，反而眼中闪烁着希望。她渴望无惨彻底死去。没错，这个女鬼就是后来帮助鬼杀队杀死无惨的朱氏。正当元一准备解决无惨时，无惨紧咬的牙关传来碎裂声，身体也在这时骤然炸裂，化作1800块肉块向四周飞散。元一全力挥刀，成功斩碎了1500块，但剩下那些还是逃走，并重新聚合成一个头颅大小的肉团。无惨就这样侥幸逃脱。朱氏跪倒在地，痛哭失声，他恨到撕扯自己的头发，喊着明明就差一点，为什么没死？但就在那一刻，他发现自己居然还活着，没有被无惨的诅咒吞噬。因为无惨被打到极度虚弱，已经无法掌控他，他终于获得了自由。从此以后，朱氏立下誓言，哪怕付出一生，也要协助人类毁灭鬼武士无惨。可就在同一天，元一又收到了一个噩耗，哥哥炎圣竟然变成了鬼。更糟的是，元一没能杀死无惨，还放走了朱氏。鬼杀队内部对他极度不满，甚至有人提议让他切腹谢罪。但那时的鬼杀队主公阻止了他们，而主公当时只是个6岁的小孩，于是元一没有自尽，而是被驱逐出队。从那以后，鬼武士无惨再也不敢主动接近元一。元一的人生仿佛失去了目标，他选择隐居，不再追逐鬼，只是在余生里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，去见一个老朋友。这个朋友就是炭治郎的祖先灶门炭吉。多年未见，元一看到炭吉一家过得幸福，心里也感到些许慰藉，因为他自己已经失去了妻儿，但看到别人幸福，他依然会替他们高兴。在炭吉面前，元一才能将自己的过往吐露。他说他的力量是神明赐予的，目的就是为了斩杀无惨，可他失败了。正因为他的失败，无数人将继续受害，这是他心中最大的痛。炭吉听完哑口无言，他不知道该如何安慰这位一生悲惨的强者。就在这时，他2岁的女儿小炭寿走过来，抱住了元一的衣摆要抱抱。元一轻轻把孩子抱起，而在孩子的笑容里，元一的泪水终于止不住地流了下来。当炭吉的妻子朱米子回到家，看到这一幕，她也心疼地安慰元一，还做了一顿饭招待他。饭后，他请求元一能不能展示一下自己的剑技，于是元一拔刀演示了日之呼吸13形，每一招都美得让人屏息。炭吉死死盯着，把这套剑法牢牢记在心里。演示完毕后，炭吉对元一说：“元一先生，你以后有空来玩啊。”而元一却只是在离别之际，把母亲留给他的花
花札耳氏交给了炭吉，这意味着他不会再回来了。炭吉当场哭了，大声喊着：“因为您救过我们一家，所以我们一定会继承您的遗志。你绝对不是毫无价值之人。”听到这句话，元一笑了，那笑容就像黑夜里破晓的朝阳。他轻声说了句：“谢谢你”，然后转身离去。从那以后，花札耳氏和日之呼吸一代代传承下来，最终落到了炭治郎的身上。时光流逝，元一虽然早已年过80，可他的斑纹依旧没有要夺走性命的迹象。直到某个红月之夜，他终于再次面对哥哥。此时的炎胜已经完全变成了上弦之一黑死谋。黑死谋心中充满疑问，为什么只有你能违背斑纹的诅咒活到现在？可元一并没有回答，他只是流下眼泪，用沙哑的声音说：“兄长大人多么悲哀啊！”黑死谋愣住了，他从未见过弟弟对自己表现出这样的情感。然而下一刻，元一忽然拔刀，气息瞬间压得四周空气凝固，即便年老，他的姿态却依旧没有一丝破绽，仿佛站在那里的还是当年那个无敌的男人。黑死谋还未来得及反应，元一的刀光已经划过他的脖颈，快与狠，丝毫不逊色于全盛时期。黑死谋心中确信，如果弟弟再挥出第二刀，自己必死无疑。可那一刀却永远没有落下，元一就那样静静站着，保持着出刀的姿势。可他的生命已经在那一刻走到了尽头。黑死谋愣在原地，心中翻涌着无数情绪。他明白，若弟弟能再活一口气，自己就会死在这里。可现实是，元一以站立的姿态结束了一生，愤怒、羞耻、不甘全都涌上心头。黑死谋失去理智，挥刀把元一的尸体斩成两半。就在那一刻，他看见了元一怀里还紧紧抱着那只木笛，就是他小时候亲手做送给弟弟的礼物。几十年过去，元一始终随身带着他，哪怕哥哥早已放弃为人，变成最强的鬼之一，元一依旧把这份羁绊当成最珍贵的宝物。黑死谋彻底崩溃，泪水夺眶而出。他知道自己这一生，无论是人还是鬼，都已经输给了弟弟纪国元一。这个男人用一生证明了什么叫无敌。他天生的斑纹与通透世界，让他强大到近乎神明。可强大并没有带来幸福，他失去了母亲，失去了妻子和孩子，最终连亲兄弟也走上了不归路。他能赢过所有的敌人，却没能守护自己最想守护的人。哪怕如此，元一留下的力量却一直在延续。日之呼吸，花札耳氏，他的精神与遗志一代代传承下来，最终交到了灶门炭治郎的手中。正如炭吉当年所说，您的努力不会白费。元一的一生就像烈日冲破黑夜，他自己注定是悲剧，但他的存在点亮了整个鬼杀队的未来。